一部2018年的古偶，8年后又被骂上热搜。关晓彤那个被嘲成缝纫机的发型，宋威龙没有演出原著容止。北魏篇突然变成另一部剧，凤求凰留下的争议直到今天都没有消失。可就在7月31日，于正突然发了一篇长文，他承认了3件事：开机前1个月，投资方临时要求更换原定女主，自己在博弈中失败，剧本调整后，他急着给不同人物增加戏份，故事渐渐走样。他还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，点名宋威龙、关晓彤和白鹿，请观众不要迁怒演员。这几句话等于把凤求凰8年前那笔糊涂的账重新摊开来算，当年观众骂错人了吗？宋威龙和关晓彤究竟替一部失控的剧背了多少锅？8年前所有问题都落到了主演脸上。2018年，凤求凰带着很高的原著知名度开播，书迷记得的容止是那个一见容止误终身的白衣公子，他外表温和，心思却深得看不见底。楚玉与容止之间的感情从试探利用一路走到失控，吸引人的地方正是两个聪明人互相算计，又慢慢动了真心。电视剧上线后，观众先看到的却是关晓彤头上那顶宽得惊人的假髻，缝纫机头很快成了全网玩梗的素材。关晓彤去开播发布会时，甚至搬来一台真的缝纫机自嘲。当造型成了笑话，演员自然站在了第一排挨骂。宋威龙面对的是另一种落差，他的外形有少年感，古装扮相并不差，可当时只有18、19岁，要演的偏偏是原著里心机极深、步步设局的容止。有人认为他太木，眼神撑不起毛蒜；有人觉得剧版容止只剩一张好看的脸。关晓彤被造型拖住，宋威龙被角色难度压住，两位主演成了观众对作品失望时最容易看见的责任人。但演员能决定自己的发型吗？能决定一部50多集的剧前后采用2套近乎割裂的故事吗？8年前很少有人能回答。其实真正让凤求凰失控的是南朝篇之后，凤求凰的口碑并非从头崩到尾的。前面的南朝篇虽然改动不少，至少还保留了原著几个关键吸引力：山阴公主府门客容止真假身份，以及楚玉和容止彼此试探的关系。到了北魏篇，观看感受突然变了，人物换了环境，故事近乎重新开始，男女主的感情反复拉扯，大量原创角色和支线进入，原著里没有的斡旋得到很重的篇幅。很多观众越看越疑惑，自己追的究竟是楚玉和容止，还是另一群人的故事？容止受到了伤害尤其明显，这个人物原本应该善于控制局面，进入后半段却经常被剧情推着走，他的谋略没有被完整建立，感情线又不断被外部矛盾切断。宋威龙需要表演一个高智商人物，可剧本没有持续给他有效的布局和结果，观众看到人物变薄，最后往往会把结论落到演员身上。宋威龙演不出容止、关晓彤遇到的情况相近。楚玉本来是推动主线的人，后半段的主导性逐渐减弱。当女主角被支线分走篇幅，观众感受到的是她没有撑起大女主。很少有人追问剧本到底还给了楚玉多少可以主导故事的空间。两位主演的表演当然可以被批评，年轻经验不足，部分情绪处理单薄，这些问题确实存在。可角色没有写稳，主线中途偏移，不能全算在演员头上。还有一位被骂8年的编剧，让缺失的拼图浮出水面。今年6月，凤求凰的署名编剧周末公开回应，他表示自己早期只写了10集剧本，拍摄内容大约对应南朝篇，中途离开项目后，直到结局阶段才被找回来重写最后2集。换句话说，整部50多集的凤求凰，他实际完成的只有12集左右，偏偏片尾的编剧署名只有他一个，观众不知道中途发生过什么，看到剧本崩掉，自然去骂唯一有名字的编剧，这就出现了一个很荒谬的局面。演员因为站在镜头前承受角色失败的责任，编剧因为名字出现在字幕上承受整部剧魔改的责任，真正改动剧本的人和改动过程反而长期藏在幕后。这个周末的说法解释了南朝篇和北魏篇为什么像2套作品，但留下更大的疑问，中间那一大段剧本究竟是怎样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？1个多月后，于正给出了部分答案。我们要注意，于正承认的不只是一句加戏那么简单。于正说，早期剧本原本是按照最初确定的女主角量身打造，距离开机只剩1个月时，
投资方突然要求使用更年轻的阵容，原定人选被换掉，这项变动意味着什么？剧本中的年龄、性格、人物关系，甚至表演方式都可能需要重新调整。留给创作团队的时间却只有1个月。于正承认自己在与投资方的博弈中失败，面对已经被打乱的项目，他没有停下来重新整理整条主线，而是急着让每个人物都有更多展示空间，希望迅速捧出一批新人。一部剧的人物增加戏份本身未必有问题，问题在于总时长不会凭空增加，配角的故事变多，主角线就可能被切碎，每个人都需要高光。原本集中在楚玉和荣止身上的矛盾便被分散，为了容纳更多人物，旧剧本不得不补写重组，最后连前后篇的气质都接不上，这才是故事走样背后更具体的过程。有点必须说清楚，于正承认自己想给每个人加戏，不等于某位演员主动要求加戏。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宋威龙、关晓彤、白鹿中的任何一个人，直接决定了剧本怎么改，把矛头从一位演员转移到另一位演员，只是换了一个人继续背锅，尤其是关晓彤。于正还特别澄清，开机前换女主是投资方要求使用年轻阵容，与关晓彤本人无关。这句话至少推翻了一种流传多年的说法，不能因为她最后出演女主，就认定她是幻觉和剧本失控的决策者。那么宋威龙、关晓彤真的翻案了吗？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问，于正认错之后，是否代表宋威龙和关晓彤当年的表演都没有问题？当然不能这样算，造型争议、表演稚嫩、角色完成度不足，观众当年看到的缺点仍然存在。于正的这篇长文不会让那些画面突然变好，改变的是责任的比例。过去的说法很直接，凤求凰难看是主演撑不起角色，是编剧魔改原著。现在回头看，作品的问题至少分成了4层。第一层是演员当时有限的表演经验，第二层是造型和审美决策，第三层是开机前临时换角造成的剧本震荡，第4层是创作方急于捧人扩充戏份，最终让主线失去控制。前2层能从画面里看见，后2层直到8年后才有人承认宋威龙当年没能演出所有书迷心中的荣止，这个评价可以保留。但剧版荣止被写弱、被支线切碎的部分，不该继续全部算成他的表演失败。关晓彤没有完全立住楚玉，同样可以讨论。可那个被群嘲8年的发型不是他设计的，临时换角不是他决定的，后半段女主被削弱，更不是他一个演员能控制的。他们没有因为于正的一句道歉变成完美主演，只是终于可以从一部剧的全部责任里被稍微分离出来。这场看起来是一场考古式吐槽，也给大家提了一醒。当一部剧失控时，观众先看到的永远是演员的脸，可真正改变故事方向的那只手往往藏在片尾字幕之外。于正如今承认了自己的责任，那句迟到了8年的不要迁怒演员，或许算一次真正的还原，也或许是补上了当年没有说出口的半句话。凤求凰真正需要翻案的不是他好不好看，是那么多人挨了8年的骂，那这责任究竟应该落在哪里？